国庆期间，解放军军机在台海方向保持高强度战备巡航，民进党当局竟然叫嚣战斗到底，还妄图拉域外国家介入。对此，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此大规模的解放军军机，真的只是针对台湾吗？这么想的话，就格局太小了。事实上，同一时间，美国与英、澳、日等共6国，包括4艘航母和准航母在内的17艘战舰，一连数天在中国周边海域演练，挑衅意味浓厚。日本海上自卫队周一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日方派出直升机驱逐舰伊势号、宙斯盾舰雾岛号等3艘舰艇，与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里根号、卡尔文森号以及英国海军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在冲绳西南海域实施了联合训练。此外，荷兰、加拿大、新西兰也派出军舰参加了训练，总计有3艘航母、1艘准航母在内的共计17艘军舰。外界还注意到，周二，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新当选的首相岸田文雄举行通话。根据白宫发表的声明，双方重申美日同盟，并期待继续加强双边关系。拜登指出，美方期待通过美日澳印4边机制等途径，在未来加强美日双边关系。而岸田文雄在通话后主动向媒体表示，拜登还再次重申了钓鱼岛适用于所谓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此次冲绳外海的联训是美国自2017年以来首次凑齐3艘航母进行演习，可谓声势浩大。演习结束后，美英海军并没有消停。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称，周一，英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经巴士海峡进入南海，一同出现的还有美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的最新型 CMV-22B 鱼鹰运输机，因此推测卡尔文森号可能已经进入南海活动。而在8月底，美日澳印还在菲律宾海进行了马拉巴尔海上联演。换句话说，美军舰近期不断在中国周边活动，最后还与英国航母结伴闯南海。到底是谁在台海、南海从事挑衅性军事活动，一目了然。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此前就曾表示，事实一再证明，美方是南海军事化的最大推手，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拜登上来以后，一个主要的一个政策取向，就是要把更多的盟国拉进来，然后支持或者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或者在印太地区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那么看到这势必也会对东南亚国家，包括像越南啊、菲律宾、新加坡这些国家，就产生相应的这种影响，或者说甚至说是一定的怂恿和鼓动作用。那么势必会让南海问题的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近段时间以来，美方在售台武器、加强美台官方军事联系等方面消极动作不断，还拉帮结派搅动南海、台海局势。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及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近期却接连说三道四，妄称解放军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性军事活动破坏稳定，有误判风险，并重申美国所谓将继续协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一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美方有关言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对外发出极为错误和不负责任的信号。华春莹还指出，搞台独是死路一条，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与意志坚定不移。周二，总台海峡时评指出，解放军连续几天巡航台湾西南空域，这是对之前美台勾连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应对之举。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当有人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方底线，中国人民解放军必然做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正义之举。美国若非要当沙子，还得问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答不答应。从这几日巡航的兵力规模、兵力构成、出动时间、飞行航线看，解放军空中力量已经形成强大的体系化、信息化作战能力，能够在台海方向发起全天候空中打击，不仅对台空军具有压倒性优势，还对妄图介入台海的外部势力形成强有力的威慑。要求美国不要在台湾局势继续搅浑水，继续在背后为台独势力撑腰打气。尽可能的维持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共管台独的这么一个基本态势。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呢也是当然是向台湾当局的传递我们的威慑信号，防止台湾当局铤而走险，或者是在这破坏和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实战的目的了。过去4天，解放军军机继续在台海方向进行高强度战备巡航。仅周一白天及夜间，解放军就派出56架次军机在台湾岛附近空域进行战备巡航，再创台防务部门公布此类统计后的单日新高。而这短短4天内，台方记录到的解放军军机已达149架次。而台防务部门周二发布消息称，截至10月上旬，解放军今年以来已有超过600架次军机进入台方所谓西南空域。对民进党政府来讲，就是震慑跟威吓的意义很大，包括吴钊燮啊，他们这些很多作为啊，事实上的话，我想大陆那边的感觉是应该是这个台独的活动哈是有往上升高的。那另外也是在释放一个讯息尤其是给美国，跟日本。面对解放军军机例行巡航，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周一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再次提所谓备战论，妄称台湾将战斗到底。同时，他也不忘鼓动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军事或情报交流合作，以便让台湾能更有效地备战。值得一提的是，这已不是吴钊燮首次发表类似言论。今年4月，吴钊燮曾对在台的国际媒体表示，如果受到大陆的攻击，台湾将战斗到底。台湾联合报当时曾发文批评，作为外事官员，这一句话说得漂亮，但要不要战斗到底，谁说了算？吴钊燮这一番壮怀激烈的表态，其实就只有大话一句的效果，只有给自己加油兼壮胆的作用。有分析指出，吴钊燮等蔡当局官员频繁提及备战论，一方面是想挑起岛内民众对大陆的反感，另外也是为了让军购合理化。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周二就表示，台湾不要事事都认为和自己有关，如果认为解放军军机就是冲台湾而来，这种想法格局太小了。大家不要看得好像是针对台湾而来，我们格局太小了。你要看整个一个南海的一个情势，看看这个西方世界到底在南海做些什么事情，所以不要老是把这些事情往自己头上栽啊！我觉得台湾太小了。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你好。对于解放军军机连日的正常战备巡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竟叫嚣备战，您对此如何解读呢？吴钊燮之流既胆怯又无赖，他想以2000万台湾同胞的身家性命做绑架，在谋独的道路上狂奔到玉石俱焚。众所周知，9·2共识里的一中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正是民进党当局无视这一切，空谈对等无条件谈判，引入外部势力介入，这才导致了大陆的全方位反击，包括军机绕台的常态化、密集化。吴钊燮刻意强调果，却拒绝承担因的责任，暴露其十足的投机嘴脸，实属可恶。那么，再聚焦到吴钊燮的大陆痛苦说，我觉得他显然低估了我们维护统一的决心和能力。谁都知道，兵者主凶，知兵非好战。但当台独或者独台的企图要断送或者无限期阻挠统一时，那么正义的铁拳终究要发挥其终极闸门的作用。而在这一两岸都不愿看到的局面里，伤害最大的一定是台湾。就像岛内退役将领蓝宁丽曾经说的，抛弃一中的台湾，无论武力自守还是外交抗压，都无济于事。台湾终究要正视两岸实力天平倾斜，要务实地对待大陆的原则性关切。台军买再多的武器，蔡当局再如何叫喊庄敬自强、处变不惊，那都只是大黑天走夜路，自说自话来壮胆的无用之举。我更要提醒吴钊燮之流，那就是最近大陆上映的一部电影里有句台词很火：如果这场仗我们不打，我们的下一代就要打。此情此景，那些在台湾胡作非为的政客们，还是好好体味一下吧。那在您看来，吴钊燮好战言论背后，他究竟有多少底气呢？他话里话外的底气，无非是外国干涉与台湾自保，但事实上这都是靠不住的。首先，特朗普、拜登2届政府以来，美国后来还要加上日本、欧洲的盟友，挺台的动作够大了吧？但对大陆的牵制有多大呢？实际是隔靴搔痒，因为台湾与中国大陆在世界事务中的分量完全不在一个等级，
尤其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大陆所表现出的动员能力、强大的民族意志，都让一切反华势力感到无奈。就像一家日本媒体所说，中国是不可与之交战的国家。其次呢，台湾当局已受到前不久美国抛弃阿富汗加尼政权的冲击，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掀起了新一轮的军购狂潮。但种种迹象都表明，如果真因台独爆发非常事态，大陆绝不可能给予其开第一枪的机会，尤其是台军有生力量的流窜保存的机会是更不可能存在的。关于这一点，我不用多讲，看看近期我军在西部联合2·1演习以及火箭军长岛第1旅打靶的视频，什么都明白了。更重要的是，台军战力自保是无法存在的，台独势力所期待的战力持久，把大陆拖入战火泥潭，换取国际声援的可能又有几分胜算呢？就岛内的政治社会来看，如果因分裂招致大陆断然动手，台湾内部必起统独之争，台军自身也有为何而战的疑问，两相夹击，像吴钊燮之流以死给洋人看的目的所制造的持久战，在台湾是没有民意的。从这个角度看，吴钊燮的好战言论背后，是民进党当局对广大台湾民众的极端不负责任。